长相思最大的看点当然是女主小妖和4大帅哥之间的爱恨纠葛，谁最爱小妖，谁才是小妖的归宿，自然也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。视频下还专门建了一个角色罚站墙，谁害小妖伤心了，就给他扣分，让他罚站。剧集播到第10集，罚得最惨的当属小妖的表哥枪炫了，很多网友直接给他判了个无期徒刑，因为他对小妖的伤害最深最重。为了替刁蛮的妹妹阿念出气，打伤文小六，拿到解药。看到妹妹阿念被文小六捆绑受欺负，二话不说上前直接一掌，打得文小六当场吐血，还命人找来最有经验的行刑人，只给文小六留一条命就行，让文小六受尽失躯的折磨，双手白骨尽显。而此时的枪炫却守着替身妹妹，细心呵护照顾着，嘴里喃喃道：哥哥不走，哥哥不会离开你。一个在黑暗的牢房中，一个在宽敞的豪宅里，同望向一轮明月，同时回忆着儿时的快乐时光。此时此刻，相信很多观众都被击中泪点，又心酸又气愤。这个心心念念小妖300多年的哥哥，到底在做什么呀？不仅弄丢了妹妹，还把她折磨得生不如死。于是白茶王子瞎眼笨蛋在线吃瓜的梗一个接一个的出现，所有人都感叹枪炫输的不是灵力，而是势力呀。确实，最早出现在小妖身边的是枪炫，他们又是青梅竹马，又曾在祖母临终时许下誓言，一生一世信任彼此，照顾彼此，永不背弃。可涂山璟、叶时期和香柳都认出文小六是女子了，枪炫却还在嘲笑地告诫文小六，重伤之余还是尽下狱。哎，枪炫啊，说你什么好呢？不过细想来，枪炫心里也苦呀，这一切他也不想，他真没认出文小六是小妖妹妹。枪炫聪明机智，杀伐果断，又能屈能伸，连昊灵王都对他赞赏有加。可为什么他就没发现文小六是女子，甚至文小六本要杀他，后来却拼死救他，他还是没想过文小六是小妖呢？我觉得还是枪炫的2大性格影响了他的观察和判断。一是他的偏执性格，枪炫曾对母亲说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也曾对小妖说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誓言虽铿锵，可实力却完全不能匹配。他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父亲坟前自刎，看着祖母恋恋不舍的离世，看着姑姑戎装上阵，棺椁归来，看着小妖被西阎王送到玉山，自己也被迫到昊灵国做质子。至亲之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，是枪炫心中永远的痛，也是他偏执性格产生的根源。他恨自己如此弱小，如此无能，所以变大变强，成为大荒中最有力量最有权势的人，便是他一生的执念。而他一生要寻找保护的小妖，也永远是儿时那般有桃花胎记、俏丽明媚的女子。他不知道岁月沧桑，人事变迁了，他知道，但他却自动摒弃了，因为刻在他心里的小妖永远是那个如灼灼桃花般盛开的女子。在他眼里，文小六就只是一个油腔滑调、闲皮赖脸的市井混混，是千千万万的贱民之一。他打心底就是轻视文小六的，自然不会真心与他交往，也就不能像叶时期、香柳那样通过细节来认识文小六。枪炫从来没把文小六和小妖画上等号，哪怕文小六拼死相救，他也不曾有过半分的怀疑。所谓先入为主，而且是绝对为主，也只有偏执的枪炫了。二是他的冷血性格，从小面对命运的无力感，让枪炫偏执的想要成长为一个权力制胜、力量最强的人。而这条道路上的重重荆棘，处处陷阱，让他变得冷酷无情，一颗心也被坚实的硬壳重重包裹。除了无条件宠爱妹妹阿念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利益来计算的。他来到清水镇做一个酒铺老板，和阿念口中的贱民相谈甚欢，是因为他必须借这个身份来掩饰自己，不让王叔们起疑。他派人调查文小六和叶时期的身份，只是想确定他们可否有强大背景，是敌是友，可否为自己所用。他知道文小六本有杀他之心，却在他危难时刻拼死相救。他只认为文小六是别有用心，想要从他身上得到好处。冷血让枪炫看一切都带着阴谋论，因为这世间能让他信任的人只有小妖，但文小六不是小妖。
有时觉得枪炫还是挺悲惨的。他带着深深的愧疚寻觅小妖300多年，可他却是伤害小妖最深的人。他不断对自己说，这次我不能再弄丢妹妹了。但小妖就在眼前，却全然不识。所以后来知道文小六就是小妖时，枪炫对小妖的情有多真，他的痛苦就是多深。爱造化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，只是我们在感伤他人时，也低头看看自己的人生，过去的挽回不了，未来的谁也不知，唯有握住现在，珍惜今天的苦与甜。